欧洲正因追随美国对俄制裁步伐而遭到反噬，深陷能源危机。普京在东方经济论坛上就表示，如果俄罗斯今天收到北溪一天然气管道项目的涡轮机，明天就可以恢复供气。不过，普京也强调，欧洲能源市场不再是优先的，世界能源需求如此之大，俄罗斯在销售能源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普京还警告，美国、英国和欧盟沉迷于虚幻的政治理念，把本国公民的福利完全置于次要地位，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西方国家进入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死胡同。西方国家的这种行动将对整个世界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事实上，能源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冲击已引发欧洲多国民众的强烈不满，民众要求政府解除对俄制裁，改善民生。比利时8月通胀率9.94%，逼近1976年的9.96%的记录。比利时首相德克罗日前表示，俄乌冲突对欧洲造成的影响远超新冠疫情。能源危机不仅有关经济，还涉及到欧洲大陆的稳定与安全。德克罗坦言，比利时乃至欧洲将度过艰难的5年，甚至是10年。经济问题呢，民生问题呢，它会影响到政治的。现在有的国家，比如说捷克，它已经出现了这个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我想，如果这场危机呢继续发酵的话，还有更多的国家在政治上对政府表现出来这个不满，会影响他的这个未来的选举、未来的这一个政治安排。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强调，俄罗斯没有也不会因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失去任何东西。从收获的角度来看，还加强了自己的主权。同时，普京也警告，西方沉迷于虚幻的政治理念，不重视本国公民的福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危机。事实上，越来越多迹象显示，欧洲能源危机正在向经济和社会危机演进。在战事方面，乌克兰和西方媒体近日高调宣传乌军在一系列反攻中告捷。然而，俄罗斯方面表示，乌军的进攻遭受重大损失。周三，普京出席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讲话。就俄乌冲突，他表态称，俄罗斯没有也不会因为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失去任何东西，而且还加强了自己的主权。他还表示，俄罗斯将把保卫顿巴斯民众的义务履行到底，并最终将巩固俄罗斯的外交地位。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二还宣布了一个重要消息，称自己毫不怀疑普京的顿巴斯之行会在时机成熟时举行。佩斯科夫还称，俄方将继续建设和发展顿巴斯地区。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都称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表示，乌军已夺回南部赫尔松地区2个居民点，东部顿涅茨克地区1个居民点，以及利西昌斯克和斯维尔斯克部分高地。泽连斯基还表态将继续推进对俄反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在乌军似乎颇有斩获的情况下，俄控制下的赫尔松当局周一以安全为由推迟了入俄公投。不过，俄国防部周二表示，俄空天军战斗机和防空设备在尼古拉耶夫州击落乌克兰军队3架苏25攻击机。过去24小时，乌克兰在尼古拉耶夫、克里沃罗格方向损失坦克12辆、步战车11辆，有生力量损失超210人。而乌军上周日晚对赫尔松边界地带的另一场进攻，也被俄空降部队战斗机击退，最终被迫撤退。俄罗斯观点报的分析称，在赫尔松方向过去1周的战斗中，乌武装部队遭受至少2个机械化旅的伤亡，装甲车总损失超300辆，而这样的数量无法在1个月内，甚至在年底之前用西方供应来补充，西方根本没有足够库存。此外，赫尔松州军民政府方面表示，乌克兰隐瞒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多次袭击赫尔松州后遭受巨大损失的数据。自8月底以来，乌军已损失约3000人和100件来自德国、波兰等国的军事装备，而乌军实际伤亡数字应该是其公布的3到4倍。今天我们看到，在这场这个消耗战中，双方这种焦灼的形势啊是有反复的，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在有的一些局部的一些目标上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总体上还没有达到他想要的一个效果，能够这个彻底的把俄罗斯呢从这个乌克兰呢赶出去。双方的伤亡呢都比较大，想要说达到自己一个以往宣布的这种目标呢都很困难。事实上，乌克兰本周又开始呼吁西方提供武器。
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周一表示，乌克兰需要更多的现代武器，如防空系统、导弹拦截武器、反舰防御武器以及装甲车和飞机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回应称，欧盟会竭尽所能支持乌克兰。博雷利当天早些时候还呼吁成员国一起为乌克兰团购武器，而不是各自为战，因为团购比每个国家单独购买价格更优惠。美联社称，自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27个成员国一直在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弹药和其他援助。欧盟已经投入数十亿欧元用于应对乌克兰的经济和难民问题。不过，随着通胀和能源价格上涨，欧盟的决心可能会动摇。德国国防部长克兰布雷希特曾多次表示，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方面，德国联邦国防军即将达到极限。从这个战略目标上，西方很清楚，要利用这场冲突呢，消耗俄罗斯，所以呢，他会持续的提供给乌克兰这样的军援。我的判断是这样，会持续，但是呢，会很有限。他们的目的呢，就是保证这个乌克兰呢有继续抵抗俄罗斯进攻的这个能力，但是呢，不能保障他能够大举的反攻，来实现他收复全部领土的目标。